马兰完全理解错了在美国监狱里的生存逻辑。在这里，如果你真是无辜的，那其他犯人一定会往死里欺负你。但如果你是重刑犯，而且还是有背景的重刑犯，那这里的其他犯人不说一定把你当祖宗供起来，起码也知道你不是好惹的，所以尽可能离你远一些。如果马兰承认自己是毒贩，这帮人一定会对他敬而远之。毕竟在美国，毒贩是亡命徒的代名词，而且毒贩从来不会单独行动，背后都有一个心狠手辣、武装到牙齿的组织。可是马兰生怕别人真误会他是毒贩，所以一紧张就把实话抖了出来。这一下就等于亲手把自己在这监视的地位按到了地板上。这也是为什么红发女人一听他说的这番话，不假思索的就打他耳光。而这红发女人抽了马兰一巴掌还不满足，她大步冲上前来，死盯着马兰，认真到告诉你，在我的地盘，如果你想少受罪的话，就乖乖让你的家人给你的账户里多存些钱。我有很多要买的东西，不过账户里的钱不够，这是你表现的机会。如果你家人给你存的钱足够多，你在这里就能少受点罪。说罢，他想起什么，抓住马兰的衣领，继续说道：哦，对了，友情提醒一下，负责这个监区的狱警杰西卡·布朗斯通私下里贩卖香烟，他卖的美国精神牌香烟一包要$40，一条起售。不过他的香烟不能通过你在监狱里的账户购买，需要你通知外面的家人，把现金交到他手里，他才会把香烟带进来。马兰满脸紧张地说道：我不抽烟呢。那红发女人冷笑一声，又是一巴掌抽在马兰脸上，怒骂道：蠢货，你不抽我抽。从明天开始，你每天要让杰西卡·布朗斯通给我一条美国精神牌的香烟，记住是3包。我和我的这些小姐妹们最近都有些烟草短缺，你最好识相一点，否则的话我一定要你好看。马兰顿时哭丧着脸说道：我刚被关进来，还没机会跟家里人联系，我去哪给你弄一条香烟呢？那我不管，红发女人冷冷道，总之明天晚上之前，我要是见不到一条美国精神，那我就打死你。说着他又警告道：哦对了，忘了告诉你，如果你敢去找狱警告状，我会把磨尖的牙刷柄插进你的喉咙，不信我们就走着瞧。马兰顿时吓得哇哇大哭。这时一个年轻的华裔女人走上前来，低声说道：阿姨，这个红头发的名叫克洛伊，被德福德山惩教所已经待了5年了，在这里是出了名的狱霸，不光咱们这个监室有他不少跟班，其他监室也有许多人是跟他混的，你最好不要招惹他，否则下场会很惨的。马兰见到同胞，顿时哭着说道：他这人也太不讲道理了，凭什么抽我俩大嘴巴子？我招谁惹谁了我委屈死了我。红发女人克洛伊听马兰哭得心烦，一把抓住马兰的头发，另一只手又抽了他一个耳光，同时冷声道：再让我听见你哭，我就把你的嘴撕烂。马兰是真没想到美国的女子监狱里面竟然如此黑暗，刚进来还没几分钟就被连抽了3个大壁斗，整个人都被抽懵了不说，脸也很快便肿胀起来，疼得钻心。那个克洛伊见马兰的脸肿成猪头，轻蔑地笑道：你记住，今天只是稍微给你一点教训，明天如果我见不到烟的话，后果自负。说着他对身后一个女人吩咐道：珍妮，你去接一盆水过来。被叫做珍妮的女人立刻跑到卫生间，很快便端着满满一盆水走了回来。克洛伊看着马兰，冷声说道：不好意思，今天你只能睡地板了。说着便冲那珍妮使了个眼色。
珍妮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戏谑地看着马兰，径直将一盆水全部泼在了他的床上。这下不只是刚领的被褥被水浇透，就连枕头、床垫也都没法用了。马兰不敢说话，更不敢反抗，只能唯唯诺诺地看着自己不断滴水的床，心中又恨又悔。恨的自然是这个克洛伊欺人太甚，悔的是自己好好的牌打得稀巴烂。他在心中哽咽暗想，我真是悔死了啊，悔死了！要不是我被梅玉珍和宗秋华那2个王八蛋忽悠，我现在已经飞回金陵了。再把叶晨送我的项链卖掉，我现在日子过得不要太惬意。怎么会沦落到在美国蹲监狱，而且还要受这些狱霸欺辱？这时克洛伊看着马兰，冷笑道，听说你们华夏人都特别喜欢足部按摩，正好我这2天脚底板不舒服，你去弄一盆热水给我好好捏捏脚。马兰下意识地说道，我不会啊。不会，克洛伊冷笑一声，从马兰刚领的个人物品里拿过一支牙膏，直接打开盖，将牙膏对准马兰的嘴巴，便一口气挤进去1大半，挤得马兰满嘴都是。马兰一边试图闪躲，一边试图将牙膏吐出来，但克洛伊却对着身边的珍妮招了招手，珍妮立刻叫来另外2人，娴熟地将马兰按在湿漉漉的单人床上，然后2个人死死压住他的肩膀，让他动弹不得，另外1人则死死捂住他的嘴，让他满嘴牙膏，想吐也吐不出来。这种整人的手段，克洛伊和他的手下早就已经轻车熟路。马兰被死死捂住嘴，只能勉强靠鼻子呼吸，但由于满嘴都是牙膏，味道辛辣，很快便呛得他住不住要咳嗽。可是这一咳嗽不要紧，一部分牙膏混合着口水从鼻孔里喷了出来，灼烧着整个上呼吸道，让他整个人痛苦无比。这时克洛伊残酷地笑了笑，厉声道，识相的就把嘴里的牙膏给我吞下去，否则的话我就要去厕所里弄点东西喂你吃进去了。马兰一听这话，顿时吓得魂飞魄散，顾不得这牙膏的辛辣声色，只能咬着牙一点点将口中的牙膏吞进肚里。吃了大半只牙膏的马兰，整个食道连同胃部都如火烧一般灼热疼痛，眼泪更是止都止不住。他心中不由哀嚎，这个红毛女鬼子怎么比张贵芬还要坏得多，简直就是个女魔头，你他妈的给老娘等着，以后你要落在老娘手里，你看老娘怎么10倍、100倍的折磨你。